嘿，大家好，我是加里德·卡普兰。我将简要谈谈扩展和通往人类视频人工智能的道路。但我猜，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很多这些想法都很熟悉，所以我会长话短说。然后我们将与戴安娜进行路边谈话问答。我实际上从事人工智能工作才大约6年，在此之前，我有着很长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在学术界工作。我是如何接触到人工智能的呢？我想简短一点，我为什么开始学习物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而我想弄清楚我们是否可以建造一个比光速更快的驱动器。物理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我对了解宇宙也感到非常兴奋。事情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周围看到的一切事物背后的最大趋势是吗？它们从何而来？比如，宇宙是确定性的吗？我们有自由意志吗？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但幸运的是，在我作为物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非常有趣、非常深刻的人，包括许多我现在合作的 Antubic 的创始人。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一直在关注着。当我从物理学的不同学科领域转向大型强子对撞击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弦理论等时，我感到有点沮丧，有点无聊。我感觉我们进展得不够快。我的许多朋友都告诉我，人工智能正在变得非常重要。我不相信他们，我真的很怀疑。我想，好吧，人们已经研究人工智能50年了，这么并不是那么令人兴奋。这就是我在2005年、2009年上学时所知道的全部内容。但我确信人工智能也许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本期已认识了合适的人，剩下的就是历史了。所以，我将稍微谈谈我们当代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扩展如何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好。因此，当代人工智能模型，比如 Claude、ChatGPT 等，它们的训练实际上分为2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预训练，我们在此阶段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模仿人类书写的数据、人类书写的文本，并理解这些数据中的相关性。这些人物形象非常复古，这实际上来自原始 GP-1.53模型的游乐场。您会发现，作为期刊俱乐部的演讲者，您可能会要求我说某些话。那句话中的"大象"这个词真的不太可能出现。预训练的作用是教会模型在大量文本中哪些词可能跟在其他词后面。现在，我们使用当代模型进行多模态数据。当代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第2阶段是强化学习，这是另一张非常复古的幻灯片。它展示了我们在2022年收集反馈数据时使用的 Claude 0或 Claude F1的原始界面。并您在这里看到的基本上是和嗯 Claude 的早期版本进行对话的界面，并根据您或中包工作人员等的意见，选择 Claude 的更好回应。然后我们利用该信号进行优化，强化那些被选为好的行为。那些被选为有帮助、诚实和无害的行为，我们不鼓励不良行为。因此，训练这些模型实际上就是学习预测下一个单词，然后进行强化学习来学习执行有用的任务。事实证明，这2个训练阶段都存在着缩放定律。这是我们5、6年前得出的一个数据，它显示了随着人工智能预训练阶段的扩大，我们的模型的性能可以预见的越来越好。而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这就是你所受的训练。你从大局出发，问出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我听说2010年代非常流行说的，数据很重要，所以我想知道数据应该有多大。
它有多重要？这有多大帮助？同样，很多人注意到，更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更好。所以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这些模型的表现到底好多少？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发现人工智能训练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非常非常精确和令人惊讶的东西，这确实让我们震惊。这些美好的趋势与物理学或天文学中看到的任何事物一样精确，这确实让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将一可预测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智能。因为正如您在2019年的这些数据中所看到的，我们在计算数据及大小神经网络大小方面已经跨越了许多数量级，因此我们预期一旦你发现某件事在许多数量级上都是正确的，你就会预期它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正确。所以，我认为这是人工智能能改进的根本因素之一。另一个实际上也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出现的东西，尽管它在过去几年里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就是你可以在人工智能训练的强化学习阶段看到缩放定律。大约4年前，一位研究人员决定研究AlphaGo 的缩放定律，基本上将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成功案例结合在一起，即 GBD 三合域训练扩展以及 AlphaGo。这只是一位研究员，安迪·琼斯在研究他自己的我想可能是在古代的单个 GPU，所以他无法研究 AlphaGo，因为那很昂贵。但他可以研究一种名为 Hex 的更简单的游戏，所以他制定了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阴谋。现在我认为 L 分数当时并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所有 O0 分数当然都是国际象棋等级分，他们基本上描述了在一场棋局中一个玩家击败另一个玩家的可能性。他们现在被用来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基准测试，以您了解人类对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偏好程度。但在当时，这只是 A6 分数作为国际象棋等级的经典应用。还要观察了，当你训练不同的模型来玩六边形游戏时，它们的表现如何？六边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棋盘游戏，比围棋简单一点。他看到了这些非凡的直线，因此注意到非常简单的趋势是一种科学技能，但我认为这一点却被忽视了。我认为人们没有及时关注2中的这种扩展行为，但最终它还是实现了。因此，我们看到基本上你可以在预训练和2的中扩大计算规模，并获得越来越好的性能。我认为这是推动人工智能进步的根本因素。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真的很聪明，或者他们突然变得聪明了。我们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系统的改进人工智能，并且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将解锁哪些功能呢？我倾向于从2个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认为不太有趣，但仍然非常重要的轴基本上是人工智能的灵活性。人工智能满足我们所在位置的能力，因此，如果你把 AlphaGo 放在这个图形上，它会在系轴的下方非常远。因为尽管 AlphaGo 非常聪明，它比任何围棋选手都更擅长下围棋，但它只能在围棋棋盘的世界中运作。但自从大型语言模型问世以来，我们取得了稳步的进步，使得人工智能能够处理人类能够处理的许多模式。我认为我们没有具有嗅觉的人工智能模型，但那很可能会发生。因此，沿着一轴向移动，你会看到 AI 系统可以在世界上做越来越多相关的事情。我认为更有趣的轴是这里的 X 轴，它表示一个人完成爱模型可以完成的任务需要多长时间。而且随着我们提升爱的能力，这个时间一直在稳步增加。这是任务的时间范围。组织测量仪对此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扩展趋势。他们发现，如果您查看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执行的任务的长度，它大约每7个月翻一番。
所以这意味着，通过扩展预训练和二的计算能力，爱中融入的是的，爱模型能够完成可预测的有用任务，包括越来越长的短期任务。因此，您可以推测一下事情的发展方向。在2027年的爱中，人们做到了这种途径，表明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的程度。爱模型能够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几分钟或几小时，而是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等等。最终，我们设想爱模型或数百万个爱模型或许可以共同协作完成整个人类组织可以完成的工作。他们将能够完成整个科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数学或理论物理学的优点之一是你只需思考就能取得进步。所以你可以设想爱系统协同工作，在几天几周的时间内取得理论物理学界需要50年才能取得到进展。如果这种扩展途径能让我们走得更远，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什么？我认为，为了解锁广义上的人类水平的爱，剩下的工作可能相对简单。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相关的组织时，你不是一张白纸，而是能够学会在公司、组织、政府内部工作，就好像他们具有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所拥有的背景一样。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模型需要能够利用知识，他们也需要记忆。如果没有知识，记忆又是什么呢？我是这样区分的：当你完成一项需要很长时间的任务时，你需要跟踪你在该特定任务上的进度，需要建立相关的记忆，你需要能够使用它们。这是我们已经开始在 CRO4 中融入的内容。我认为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改进，并且正在取得进展的第三个要素是监督。人工智能模型能够理解各种细微差别，从而解决困难的模糊任务。所以现在这很容易，你会看到我们在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取得了爆炸式的进步。这些模型可以说编写了通过测试的代码或正确回答的数学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因此，应用强化学习可以很容易的使人工智能模型在这些任务上做得越来越好。但我们需要和正在开发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成更加细致的奖励信号的人工智能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化学习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讲好笑话、写好诗，并且在研究中有良好的品味。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其他要素更简单。我们显然需要能够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来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我们需要沿着一周从文本模型向上发展到多模式模型，再到机器人技术。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应用于这些不同的领域时，我们将看到规模效益的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情况做好准备呢？我认为有几件事我总是推荐的。一是我认为构建一些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的东西确实是个好主意，这可能始终是一个好主意。我们总是想要有雄心壮志，但我认为现在具体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迅速进步。我认为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如果你构建了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的产品，因为 Claude 4仍然有点太笨，那么你可以期待 Claude 5的出现，它会让这个产品正常工作，并提供很多价值。所以我认为，我一直建议对人工智能所能做的边界进行某种实验，因为这些边界正在快速变化。我认为下一点是人工智能将有助于整合人工智能。我认为人工智能的主要瓶颈之一，实际上就是它发展的太快，我们还没有时间将它融入到产品公司以及我们为科学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所以我认为，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人工智能集成能将非常有价值。最后，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对于
这个群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弄清楚在哪里可以非常快速的采用人工智能是关键。我们看到人工智能集成在编码方面的爆炸式增长。软件工程师，人工智能的绝佳应用领域原因有很多，但问题是下一步是什么？除了软件工程之外，还有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快呢？我当然不知道答案，但希望你们能弄清楚。这次谈话就到这里。那我想邀请戴安娜上台聊聊。你是下一批项目现已开始接受申请，你有创业的想法吗？请前往以 combinator.com app 来申请，永远不会太早填写申请表将提升你的想法。好的，回到视频，这是一次关于所有受访领域的精彩演讲。最近 Anthropic 刚刚推出了刚刚上市的 Claude，很好奇，随着所有这些模型发布在未来12个月内不断复合，它将如何改变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如果还要12个月才能推出更好的模型，我们就会遇到麻烦。但是我猜Claude 有一些事情，我认为使用 Claude 3.7 Sonnet 使用3.7进行编码已经非常令人兴奋了。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注意到了3.7有点太急切了。有时他只是真的想让你的测试通过，他会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有很多类似尝试。除了这样的事情，拥有了 Claude，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提高模型作为代理的能力，特别是用于编码，但是也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用于搜索和各种其他应用程序。零蛋也要改进它的监督，我在演讲中提到的那种监督，这样它就可以遵循你的指示，并希望提高代码质量。我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另一件事是提高其保存和存储记忆的能力。我们希望看到人们利用这一点，因为 Claude 可以通过其上下文窗口完成非常复杂的任务，但也可以将记忆存储为文件或记录，检索它们一遍，继续在许多上下文窗口中工作。但我最终认为缩放定律所描绘的途径是渐进式进步的，因此我认为你会看到 Claude 在每次发布时都会在很多不同方面稳步进步。但我认为这种缩放确实表明了一种平滑的曲线，朝着我希望的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是否有一些特别之处，会让这里的许多观众感到兴奋？一些beta 版本，一些 alpha 版本，你可以向大家透露，你认为人们会爱上哪些新的 IP？我认为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某种解锁越来越长远的任务。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 Claude 成为一名能够承担越来越多工作的合作者。这就是您所说的所有这些未来模型现在都能承担越来越大的任务。此时，他们能在几小时内完成任务。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测量方法，但我认为现在如果你看一下软件工程任务，我认为仪表盘实际上衡量了人们完成各种任务需要多长时间。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尺度。我认为就像人们广泛的使用人工智能一样，我认为对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的人会正确的说人工智能会犯更多愚蠢的错误。它能做一些非常出色的事情，并让你感到惊讶，但它也可能犯一些基本的错误。我认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工智能的形式与人类智能的不同之处在于有很多事情我做不到，但我至少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做得正确。我认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判断能力、可生成能力更加接近，这意味着我认为人们在与人工智能交互中可以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作为管理者对工作进行健全性检查。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去年一些的批次中观察到的一件事是，很多公司在出去销售产品时，他们仍然以副驾驶的身份销售产品。比如说，客户支持在
他们回复客户之前，你仍然需要最后的人为批准。但有一件事在春季与批次中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很多人工智能模型都非常有能力端到端的完成任务，正如你所说，非常了不起的创始人现在正在直接销售完整工作流程的替代品。我认为这如何转化为你希望观众构建的东西？我认为有很多可能性，基本上这是一个什么程度的成功或表现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对于某些任务来说，只要完成79%足够了，而对于其他任务来说，则需要完成99.9%才能部署。我认为，老实说，我认为为70%，用一些新构建可能会更有趣，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真正达到爱你能力的前沿。但我认为我们也在提高可靠性，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任务。我认为现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将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对于最先进的任务，真的需要人类的参与。但我确实认为，从长远来看，会有越来越多的任务可以完全自动化。你能否详细谈谈？你认为通过这种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循环协作，世界将会变？因为达里奥在《爱与优雅的机器》一文中描绘了一幅非常乐观的画面。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本书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发生，因此，至少当我与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人们交谈时，我认为通过正确的协调，现在可以采用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药物发现提供有趣的、有价值的见解。所以我认为这已经开始发生了。我想，我所考虑的一个方面是，有些智力需要很大，有些智力需要很大的深度，有些智力需要广度。比如在数学中，你可以花10年时间尝试证明一个定理，比如费马大定理，比如3年假设或菲尔兹角。我认为这就是解决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认为有很多科学领域可能，生物学更是如此。有趣的是，心理学或历史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里，需要将来自很多不同领域的大量信息整合起来。我认为，预训练阶段的人工智能模型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全部知识，因此我认为，利用人工智能的这种特性可以获得很多成果，比任何人类专家都懂得更多。因此，你可以通过整合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跨生物学的研究，获得一些见解。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让爱更好地解决更深层次的任务，比如应变吗？困难的数学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怀疑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一个特别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整合人类专家可能不具备的知识，这种智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期望看到更多的是，这优点，像利用人工智能的广度。这是至于它究竟会如何推出，我真的不知道。预测未来真的非常困难。索方定律为您提供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方式，及这种趋势将会持续。我认为我们看到的很多长期趋势都预计将会持续下去。我的意思是经济 GDP。这些趋势确实是可靠的未来指标，但我认为具体如何，其实我认为这真的很难说。你是否认为有更多建筑商可以进入并且使用这些新模型进行建设的特定领域？我想已经有工作要做，比如编码任务，但是那些任务有更多的绿地。现在用当前的模型才刚刚解锁。我的背景是研究，不是商业，所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很深奥的东西要说。但我认为，一般来说，在任何地方，它都需要很多技能。这是一项主要涉及
坐在电脑前与数据交互的任务。我想财务人员经常使用 Excel 电子表格。我认为我期待法律，尽管也许法律是更受监管的，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作为认可的标志。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领域可能都是绿地。我认为我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业务。我认为就像电力出现时一样，有一个很长的采用周期，而且最初最简单的使用电力的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您不想经济用电动机取代蒸汽机，你想重塑工厂的运作方式。我想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尽快将人工智能融入到经济的各个部分。我预计那里会有很多杠杆。现在另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接受过广泛的训练，并且你是第一批真正观察到这种具有缩放定律的趋势的人之一。他可能来自于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并看到自然界中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指数。这种训练是如何实现的？能够像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研究那样进行。我认为从物理学角度来看，有用的事情是寻找最大的途径、最宏观的趋势，然后尝试使它们尽可能精确。所以我记得遇到过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们会说学习之类的事情是从指数级收敛的，而我只会问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例如你确定它是指数级的吗？它可能只是一条命率吗？它是二次的吗？就像这个东西究竟是如何收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又愚蠢的问题，但基本上我认为有很多成果可以采摘，而且可能仍然在尝试尽可能精确地呈现你所看到的大趋势。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演很多工具，它让你问移动指针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通过缩放定律，关键在于找到缩放定律的更好斜率，因为这意味着随着你投入更多的计算，你将获得比其他人工智能开发人员更大的优势。但是直到你准确的弄清楚你所看到的趋势是什么之前，你都不知道打败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能打败它多少，以及如何系统地知道你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我认为那些就是我使用过的工具。这并不一定像将量子场论真正的应用到人工智能中。我认为这有点太具体了。那么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物理启发法，例如中正化对称性，可以非常方便的真正持续观察或测量这种趋势？如果你观察一下人工智能模型，你会发现它们很大，神经网络很大，它们现在有数十亿、数万亿个参数，这意味着它们是由大矩阵构成的。基本上研究近似指，其中神经网络的限制非常大，特别是组成神经网络的矩阵很大，这实际上很有用，而且这实际上是物理学和数学中所周知的近似值。这是已经应用的东西。但我认为一般来说，问一些非常幼稚愚蠢的问题才能让你走得更远。我认为就我们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当前形势而言，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有101到15年的历史。那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领域，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例如可解释性问题、人工智能模型的实际工作原理等。因此我认为在那个层面上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而不是应用非常非常花哨的技术。物理学中是否有可用于解释性的特定工具？对啊，我想说可解释性更像生物学，它更像是神经科学，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工具。那里还有一些数学，但我认为这更像是试图了解大脑的特征。人工智能相对于神经科学的好处是，你可以严重测量人工智能中的一切。你无法测量大脑中每个神经元每个突出的活动，但你可以在人工智能中做到这一点。因此，对于你想工程爱模型的工作原理有大量的数据。现在当谈到缩放定律时，
他们已经保持了超过5个数量级，这是很疯狂的。这是一个有点反向的问题，但什么样的经验迹象可以让你相信？曲线正在发生变化，也许我们正在脱离曲线。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对吗？因为我主要使用缩放定律来诊断人工智能训练是否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一旦你看到某种东西，并且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趋势，那么检查它失败的地方就会变得很有趣。但我认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缩放定律失败了，那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搞砸了人工智能训练。也许我们的神经网络架构是错误的，或者训练中存在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瓶颈，或者我们使用的算法在精度方面存在问题。所以我认为至少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让。我相信在这些经验定律的层面上，缩放实际上不再起作用，因为根据我过去5年的经验，很多时候当缩放似乎被打破时，那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有趣的，因此我认为研究一些非常具体且密切相关的事情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继续沿着这条曲线前进，随着计算变得越来越细确，会发生什么？您会进入精度阶梯的哪一层？您是否探索过 NFC 之类的东西？您是否探索过诸如旋转表示之类的东西？您对此有何看法？是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现在人工智能确实效率低下，因为人工智能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解锁最强大的前沿模型有很多价值。因此，像安托比克和其他公司正在尽快行动，是爱训练更加高效，爱推理更加高效，并释放前沿能力。但实际上，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开拓前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普及，我们将真正大幅降低推理和训练的成本。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看到算法上的收益有3倍到10倍，计算规模也有所扩大，推理效率也有所提高。我想这个笑话的意思是我们会让计算机重新回到二进制，所以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更低的精度成为提高推理效率的众多途径之一。但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很不平衡，人工智能正在迅速进步，事情正在快速变化，我们尚未完全发挥当前模型的潜力，但我们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功能。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发生那么快的变化，而平衡的状态是人工智能变得极其便宜的状态。当我们很难知道是否能实现，就像人工智能可能会继续快速进步，以至于智能方面的改进能解锁更多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会继续关注这一点，而不是说将精度降低到 F-per。这非常像杰班斯悖论。随着智能越来越好，人们会更想要它，不是降低成本。这是讽刺，对吧？是的，绝对是。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是的，这肯定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事情。在某些特定的点上，人工智能变得足够容易获得。话虽如此，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可以完成我们越来越多的工作，为前沿能力付费将是值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一直有且可能会有的疑问，那就是所有的价值是否都在前沿，还是那些功能不那么强大的廉价系统也有很大的价值？我认为这种时间范围途径也许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我认为你可以完成许多非常简单的小型任务，但我认为使用能够端完成非常复杂任务的人工智能模型要方便得多，而不是要求我们人类协调一个更愚蠢的模型，将任务分解成非常小的部分，并将它们组合起来。所以我确实希望很多价值将来自最强大的模型，但我可能错了。这可能取决于，也可能真的取决于人工智能集成上的能力，以便真正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
对于职业生涯早期潜力巨大的观众，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在未来，当这些模型都变得如此出色时，你如何保持相关性？每个人应该针对擅长和学习什么，而且依然能做出真正出色的工作。我认为，正如我提到的，了解这些模型如何工作，并且能够真正有效的利用和整合它们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我认为在前沿建设也具有很大的价值。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把它交给观众来提问，让我们向观众提出一些问题。我对缩放损失有一个快速的问题。您表明许多缩放定律都像线性的一样，就像我们的计算量越多，指数即上升。但在缩放损失方面，我们有信心进展。但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中，您表明您预期我们节省的时间会突然呈指数级增长。我想问您，您认为为什么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突然呈指数增长，而不再是线性的？谢谢。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不知道。问我的意思是仪表的发现是一种经验发现。我倾向于这样想：为了完成越来越复杂的记录器的平线任务，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些自我纠正的能力。你需要能够确定你已经制定了计划，然后开始执行该计划。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计划毫无价值，而且我们遇到了现实，我们把事情搞错了。因此，我认为决定模型可实现范围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他们能够注意到自己做错了事情，并进行纠正的能力。我认为这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难，并不一定需要智力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才能注意到自己犯了一两次错误，并且知道如何纠正错误。但是如果你改正了错误，也许你会按照命令将任务的范围加倍，因为你不会被困在这里，而是会被困在2倍远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就像你可以通过相对适度的提高你理解任务和自我纠正能力来开启越来越长的视野，但那只是文字而已。我认为经验趋势也许是最有趣的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建立更详细的模型来解释为什么这种趋势是正确的，但你的猜测和我的一样好。是的，所以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很荣幸所以基本上就增加时间范围而言，我觉得我的神经网络心理模型非常简单。如果你想让他们做某事，你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训练。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时间范围，你必须慢慢地获得，例如验证信号。现在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产品，例如云代理，然后你使用验证信号来逐步改进模型。现在我的问题是，这基本上非常适合，例如编码，你有一个足够好的产品，你可以部署它，然后获得验证信号。但对于其他领域呢？比如在其他领域，我们只是将数据标签器扩展到 AGI，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意思是，所以当怀疑论者问我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能够扩大规模，并获得类似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时，这基本上是因为你所说的存在某种非常密集的操作路径。你只需为爱模型构建越来越多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越来越复杂，视野越来越长。你只需转动曲柄并使用 RL 的训练这些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考虑到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水平，以及我认为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价值水平，我认为人们在必要时会这样做。话虽如此，我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使其变得更简单。最好的办法是拥有一个经过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它可以监督和管理。像 Claude 所说的那样，你正在训练它来抓挠耳动。有另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监督时，它不仅仅是说你是否正确地完成了这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比如你是否成为了一名教职员工并获得终身教职，这需要2到7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端到端的任务。最后你要么获得终身教职，要么不成功长达7年，这太荒谬了。这是非常低效的，但相反可以提供更详细的监督，告诉你这方面做得好，这方面做得不好。我认为随着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我们可能够使长期任务的训练更加高效。我认为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是的，我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当你基本上开发这些任务，然后用 Array 来训练它们时，你会尝试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创建这些任务，就像你用于 Array 的任务一样，还是你仍在使用人类？好问题。所以我想说是混合的。人，我的意思是，显然我们正在尽可能多的使用人工智能来构建任务，就像用代码生成任务一样。我们也确实喜欢要求人类创建任务，所以它基本上是这些东西的混合体。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好，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但当然，这些任务的难度也会增加，所以我认为人类仍然会参与其中。好的，谢谢。好的，让我们为家里的鼓掌。太感谢了，谢谢。